果有人问你，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又或者他说，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？其实都是在问同一个问题。我们假设你喜欢摄影，就是你喜欢拍照的意思，应该怎么回答呢？你当然可以说，我的爱好是摄影。你没有必要重复说我的兴趣爱好是摄影，你只需要说我的爱好是摄影。又或者你可以说，我平时喜欢拍照，又或者我平时喜欢摄影，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。但如果你想强调这是你最喜欢做的事情，你就可以说，我平时最大的爱好是摄影。又或者你会听到有一些比较谦逊、比较低调的人，他们不会特别强调我做得多么好，我有多么喜欢。他们也许会这么说，我平时就喜欢拿照相机随便拍一拍。听上去好像不太重要，对吗？我平时就喜欢拿照相机随便拍一拍，但也许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只不过这样的表达听上去比较谦逊，比较低调。大家也可以套用刚才学习到的句型来练习表达你的爱好。请大家用，我平时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？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烹饪，我特别喜欢做饭。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游泳，又或者练瑜伽。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或者旅行。我们再来练习一下怎么低调的、谦虚的表达。有人问你，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？你可以说，我平时就喜欢没事的时候看看书。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听听音乐。我平时会约几个朋友出去跑跑步，锻炼一下身体。你会注意到，在中文中有很多叠词的情况，比如听听音乐、看看书、跑跑步、约约朋友、做做饭。这些表达听上去都是比较轻松的，没有那么正式，比较随便的活动。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是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摄影感兴趣的？请大家注意刚才的句子哦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对摄影感兴趣的？你可以重复这个句型，你可以回答说，我是从大学时候开始对摄影感兴趣的。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对运动感兴趣的。我是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对写作感兴趣的。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兴趣爱好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。最近我就听到了一位朋友的故事，他说他从高中就开始对摄影感兴趣了，但是他当时是学生，没钱买专业的照相机。这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想谈论过去的经历，你会用到当时什么什么什么。我当时是学生，没钱买专业照相机。我当时没时间培养这个兴趣爱好。我当时不懂这方面的知识。我当时什么什么，这个句型非常好用。当然你也可以说，我那个时候是学生，没钱买照相机。我那个时候没时间培养这个兴趣爱好。我那个时候没有这方面的知识。请大家注意，虽然书面的句子是我那个时候，但是你会听到人们会这么说，我那个时候是学生，我那个时候没时间，我那个时候不懂这方面的知识，我那个时候，这里的那居然被读成了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指那个时候，只不过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口语的表达。
一个人如果想培养兴趣爱好，你不仅要有时间，而且有时候还要投入大量的资金，你要有钱才行。但如果你想表达我当时没钱干什么，我可以怎么说呢？你可以说我当时买不起什么东西，比如我当时买不起专业照相机。又或者这个兴趣爱好是比较专业的，你需要投入大量的钱，你就可以说我当时没有足够的资金培养马术这个兴趣爱好，我当时没有足够的资金培养潜水这个兴趣爱好。当我们谈论工作或者爱好的时候，常常会用到工具、设备和器材这三个词，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首先把工具、器材、设备这三个词进行一个排序，哪个是最简单的、最常用的？当然是工具这个词。假设你喜欢烹饪、喜欢做饭，那么你肯定需要买一些基础的工具，基础的烹饪工具。你要买案板，还要买刀，对吗？这些是烹饪工具。但如果你喜欢摄影呢？摄影也需要一些工具，对吗？在摄影这个领域呢，人们经常会用到器材这个词。什么叫摄影器材呢？比如我需要一个照相机，需要一个专业的照相机。这个当然不是专业的，我只是给大家一个例子啊，因为我的照相机正在用于拍摄课程，这只是一个例子。我需要买一些摄影方面的器材，比如一个专业的照相机，又或者有的人需要三脚架。大家可以看出来，自从我拍摄 YouTube 课程之后，我买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摄影器材。最后我们来看设备这个词，设备其实就是指工具和器材，但是设备通常指的是那些大型的、昂贵的、比较专业的工具和器材。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室，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些小的拍摄工具，对吗？但是慢慢的，我要开始购买各种器材，甚至我要买一些非常专业的、非常昂贵的摄影的设备。所以你常常会听到设备的前面有专业这两个词，专业设备。假设你喜欢潜水，你当然需要一些专业设备。如果你喜欢钓鱼，而且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你肯定要买一些专业的设备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，偶尔钓一次鱼，我就不太会用到专业设备这种东西。